林玉婷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些罗琳连续发文质疑，没办法改变出生的方式，但不要作弊啊！2016年的世界拳击冠军，他们生来就有 XY 染色体啊，生来女性的身体有着女性的身体特征，不是睾固酮测试，是他们在这方面测试不合格，不是身体的测试，没有男性的身体特征。睾固酮虽然可以作为性别判定的一个依据，但是一锤定音的还是回到传统的性别染色体的断定呢。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女性的判定是心理判定还是生理判定呢？这些罗琳连续发文质疑林玉婷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打到奥运了，还有质疑男生女生这件事情吗？本来他就很反对心理女性、生理男性进入到生理女性、心理女性的世界。林玉婷在世锦赛性别生化指数异常，铜牌遭到取消啊。J.K. 罗琳说，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疯狂？等到有女拳击手为此受到危及生命的伤害吗？作为典型意义上女性主义者，她很重视生理女性权益。J.K. 罗琳发一次文不够，好，再次进攻。选手可能是性发展障碍，没办法改变出生的方式，但可以选择不要作弊，不要去跟女性来取得奖项，好，不要造成伤害。伊马克利夫 J.K. 罗琳质疑她女性的特征实在是太不明显了。现在不只是林玉婷的问题了，已经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状况。卡里尼说啊，挨了几拳之后，鼻子就感到剧烈疼痛，他不得不退赛。而且卡里尼的短裤上还有血迹，鼻子感到疼痛。作为一名成熟选手，我想够了，无法完成我的比赛，甚至头套脱落2次，奥运相当的罕见。最后决定在开赛第46秒放弃。凯利夫试图走过去扶起卡里尼，跟他握手的时候被拒绝，并且擂台中痛哭。赛后控诉不公平，导致呢意大利的总理啊，连 Trump 都发声力挺。国际拳击总会的会长的说法，林玉婷、卡利夫他们是 XY， 没看到他们拿出报告啊。卡利夫2016年的世界拳击冠军，生来就有 XY 染色体啊，但他们生来就是女性的身体，他们有着女性的身体特征啊。这不是睾固酮测试，是他们在这方面测试不合格，这并不是身体的测试，他们没有男性的身体特征。XY 染色体一般当然会被认定是生理男性，在一些特殊的生理状况之下，即便拥有 XY 染色体，也无法分泌足够的睾固酮时，身体出现肌肉和骨量增加的男性第二性征的状况。也就是说，他可能自小他就没有拥有男性的性器官，再加上了他没有足够睾固酮，所以他并没有跟骨量增加。因为睾固酮它的特性就是男性的第二性征跟男性的骨头增加、肌肉增加这样的一个发育的时候，它是需要睾固酮的哈。因此在 XY 是否判定成为男性唯一标准成为争议这件事情就又因为 IBA 跟 IOC 之间的一个争端了哈，因为 IBA 被 IOC 指责贪污啦哈，所以就取消了奥运拳击赛的一个这个资格啊。所以就越演越烈啊！但事实上 ，IOC 也被指责说他们也是贪污频传，所以两边就这样诉讼打到现在也还没有个头啊！哈，那就变成了政治议题而非单纯的生物议题了。虽然背后呢还有一个性别多元议题就是 LGBTQIA+， 好，这样更巨大争论我就没有去特别讲。简单来讲这个所谓的 XY 女性是否对 XX 女性参赛者公平呢？或是睾固酮才是判断的唯一标准？林玉婷的身份证字号是2字头，报户口时就决定，在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父母已经决定未来他要打国家队拳击赛了吗？就算他体内荷尔蒙有异常，那也是身体状况，不是生理性别状况，生理女性、心理女性的方式来养成的但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他长大后会有一个偏向装扮扮相。这些年来整个国际的传统对性别价值认定的冲击，而这样的冲击呢，已经逐步的从校园运动慢慢上升到国际运动，甚至进而上升到运动的最高殿堂，就是奥运的这个层级。这也是第一次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在国际奥运的赛事上有这么高的一个讨论，而且事涉的多方连元首都进来，比如说意大利的总理政治的领导人都出来了。而且意大利呢，虽然不算是最大的国家，但在欧洲也算是一方大国了。发展它最终所形成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这个国际拳击总会呢，它是根据检验染色体，如果说呢是 XY 是 XXY 呢，不管是男性女性都会分泌少量的雌性激素、雄性激素，随着工业化的生产增加那单位人均生产力的上升，本来就会一定程度的去推动个人主义的发展。人类早期没有集体劳作是会饿死的，
随着人类的科技整整的发展，即使你不劳作，你就可以领救济金，你就活得下去。近年来，为什么奥运呢？它在一定程度上的取消检验染色体，而以睾固酮为主，因为睾固酮的话，他来判定，他认为这样比较符合他的实性。搞不好他虽然是 XY， 但他长成了类女性的状况，不能说他是男性的啊。他从外表到心理，他除了染色体是 XY 之外，他长的是女性啊，这也验证另外一个问题。那你就说，那难道没有女性假装男性的吗？女性假装男性对男性运动员不公平吗？不，确实是不公平。但不公平的是在于女性假装男性那一位因为男性的身体素质都是强大于女性非常的多。灵长类就是雄性比雌性大。这个早在我们灵长类的老祖宗就长这样了几乎所有的灵长类都是雄性比这个雌性大，本族 DNA 里面的，这无法改变。这个虽然女性会劈腿，但似乎我们在社会上看到是男性更爱劈腿。为什么？因为呢，你就可以知道，灵长类几乎都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现代的人类还是有非常多的文化实行一夫多妻制。今天的一夫一妻制其实是源自于西方基督教的教义的一个规范 ，DNA 的一个规范。毕业就跳出来说他是 XY。所以当时就把李玉婷的奖牌给取消了，但是采取奥运模式的亚运，它就是验睾固酮，所以它就可以参赛。差异就在这边。那所以雄性激素不敏感症候群10万分之2，生殖器外观是女性，但没有子宫和卵巢。还有所谓的不敏感症候群，隐睾症造成的，它有各种现象啦。XY 的说法是真的是假的 ？IBA 的会长说林玉婷是 XY， 生理男性、心理女性跟生理女性、心理女性，假设上厕所一起。坐牢生理女性跟心理女性在一起，生理女性、心理女性跟生理男性、心理女性在一起，会不会出事情呢？其实这几年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欧美地区开始慢慢出现了所谓生理男性、心理女性的，他在坐牢的时候，他分到了女性监狱。当然，这个女性监狱可能要通常意义上指生理女性。然后呢，就发现了可能有强迫性交，这也是这几年呢欧美吵得非常凶的。就到底呢，女性的判定是心理判定还是生理判定呢？社会问题发展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它会具体去呈现在一些领域上的冲击。那在其他领域上的冲击没有那么明显。林玉婷会被争议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曾经在国际赛事里面被取消奖牌，她被验证她不是女性之前，我不要说男性，但是她被验证她不是男性之前，100%力挺她参加这个赛事，去获得她该有的一个荣誉我相信大多数人也是这样，没有办法拿出关键性的证据。睾固酮虽然可以作为性别判定的一个依据，但是一锤定音的还是回到传统的性别染色体的断定。如果他拿出 XY 染色体的一个证明的话，绝大多数的人直接闭嘴或者是说就算有人没闭嘴，他也只能闭嘴，包括 J.K. Rowling。 这个东西其实要一翻两瞪眼可以一翻两瞪眼，那如果不一翻两瞪眼，那就只能继续的骂战跟论战。那林玉婷会继续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他可能在这一场比赛他可以比，但是他有可能出现这场比赛他能比，下场比赛因为认定方式不同他又不能比，或者他比了被取消资格的状况，而且他可能会反复在他的生涯当中出现。